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。奥斯卡·王尔德。第14课。第二天早上9点，有人拿来一杯巧克力，放在桌子上，打开了窗帘。多里安安静地睡着，右手放在脸下。他看起来像一个因为玩或者学习累了的孩子。有人不得不拍他的肩膀2次，他才醒来。他睁开眼睛，脸上有一个淡淡的微笑，好像做了一个很美的梦。但是他什么也没梦到，没有任何快乐或者痛苦的事情打扰他的夜晚。但是年轻人总是无缘无故地微笑，这是他们最主要的魅力之一。他转过身，用胳膊撑着身体，开始喝巧克力。11月的阳光照进房间，天空晴朗，空气温暖，几乎像5月的早晨。慢慢地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进入他的脑海，他想起了那些可怕的事情，他因为回忆起痛苦而颤抖。他又感到那种对巴兹尔的仇恨，这种仇恨让他杀了他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全身冰冷，死者还在楼上。多么可怕！这些可怕的事情应该在晚上，而不是在白天。他觉得如果继续想这件事，他会生病或者发疯。想起坏事比做坏事更有意思。但是这不是好事，这是一个必须忘记的记忆，他需要忘记它。钟敲了半点，他用手擦了擦额头。他很快站起来，比平时更仔细地穿好衣服。他小心地选择衣服，换了好几次戒指。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吃早饭，吃不同的菜，和他的仆人说他要给别人的仆人做的新衣服，同时打开信件。有些信让他笑了，3封信让他觉得没意思。他反复看同一封信，然后撕掉了它。就像有人说过的，女人的记忆多么可怕。喝完一杯咖啡后，他慢慢地擦了擦嘴。他让仆人等一下，然后走到桌子旁，写了2封信。他把一封信放在口袋里，把另一封信交给他的仆人。把这个送到赫特福德街152号。如果坎贝尔先生不在伦敦，问他在哪里。他自己一个人后，点燃了一支烟，开始在一张纸上画画。他先画花和房子，然后画人脸。突然，他发现他画的每张脸都和巴兹尔很像。他皱着眉头，站起来，走到书架旁，随便拿了一本书。他不想再想这件事。他躺在沙发上，看了看书名。这本书很漂亮。读着它们，人们好像坐在船上，沿着运河走。这些简单的句子让他想起以前的事情。鲜艳的颜色让他想起鸽子。他躺下来，闭上眼睛，重复着。整个威尼斯都在这2句话里。他想起了他在那里度过的时间。那段时间他很开心，到处都有浪漫。巴兹尔和他在一起一段时间。可怜的巴兹尔，他的死多么可怕！他叹了口气，又拿起书，试图忘记。他读了关于燕子的诗，他读了关于广场的诗。他开始思考这些诗句。这些诗句把石头变成了音乐。但过了一会儿，书从他手中滑落。他开始紧张，一种可怕的恐惧感袭击了他。如果艾伦·坎贝尔不在英格兰怎么办？他该怎么办？每一秒都很重要。他们过去是好朋友，后来他们的关系结束了。现在，当他们见面时，只有多里安会微笑，艾伦从来没有。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，他对艺术没有真正的爱好。他喜欢科学，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。他的母亲不高兴。他的母亲希望他能在议会里工作。然而，他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。他拉小提琴和弹钢琴比大多数人好。
事实上，是音乐让他们第一次变得亲密，还有多里安的吸引力。多里安似乎总是能吸引别人。他们认识的时候，鲁宾斯坦在那里演奏。从那以后，人们总是能在歌剧院和任何能听到好音乐的地方看到他们在一起。他们的关系持续了18个月。坎贝尔总是住在塞尔比皇家或者格罗夫纳广场。对他来说，就像对许多人一样，多里安代表了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。如果他们之间发生过争吵，没有人知道，但突然人们发现，当他们见面时，他们几乎不说话。坎贝尔总是很快离开多里安在场的聚会。他也变了，他有时会感到忧郁，他似乎不喜欢听音乐。当有人请他演奏时，他总是说他喜欢科学。事实上，确实如此。他似乎每天都对生物学更感兴趣。这就是多里安正在等待的人。他每秒钟都看着手表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焦虑越来越严重。最后，他站起来，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，在房间里来回走动。他的手异常冰冷。等待变得无法忍受，他觉得时间过得很慢，而他被风推向黑暗的地方。他知道那里有什么在等着他。他看到了。他颤抖着，用手捂住眼睛。这是没有用的。大脑在自己想事情，想象力被恐惧扭曲，像一个木偶一样跳舞。然后，时间停止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可怕的想法在他面前闪过。他看到了，恐惧让他麻木了。最后，门打开了，仆人走进房间。他用呆滞的眼神看着仆人。坎贝尔先生来了，先生，仆人说。他松了一口气，脸上恢复了血色。告诉他马上进来。他觉得自己又恢复了控制，恐惧已经消失了。仆人走了出去。片刻之后，艾伦·坎贝尔走了进来。他看起来很严肃，脸色苍白，黑色的头发和眉毛使他显得更加苍白。艾伦，你真好，谢谢你来。我本来不想再来你的房子了，但你说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。他的声音又硬又冷。他说话很慢。他用坚定的目光看着多里安，眼中充满了鄙视。他把手放在口袋里，没有注意到多里安的欢迎。是的，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。坐下。坎贝尔在桌子旁拿起一把椅子，多里安坐在他对面，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。多里安的眼中充满了怜悯，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很可怕。经过片刻的沉默，他向前倾身。他很平静，但注意着坎贝尔。他说：“艾伦，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，有一个人死了，坐在桌子旁。他已经死了10个小时了。不要动，也不要这样看着我。你要做的是……够了，我不想知道更多，我不想和你扯上关系。把你的秘密留给你自己吧，我不感兴趣了。艾伦，你必须感兴趣，你必须对这件事感兴趣。我很抱歉，但我没有办法。你是可以救我的人，我不得不让你参与进来，我别无选择。艾伦，你是一位科学家，你懂化学，你做过实验。你要做的是销毁那具尸体，把它销毁，不留下任何痕迹。没有人看到那个人进入房子。事实上，人们认为他现在在巴黎，几个月内都不会有人想念他。当那事发生时，这所房子里一定不能留下他的任何痕迹。艾伦，你必须把他和他所有的东西变成灰，我可以把它们撒在空中。你疯了！啊！我一直在等你这样叫我。我告诉你，你疯了！
你竟然认为我会帮你？我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。你认为我会为了你而冒我的名誉吗？我在乎你陷入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吗？这是一起自杀。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，但是谁让他自杀的？我猜是你。你还是拒绝为我做这件事吗？当然我拒绝，我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。我不在乎你是否会感到羞愧，无论是什么，你都罪有应得。我很高兴看到你丢脸，你怎么敢要求我参与到这个可怕的事情中？不要来找我。这是一起谋杀，我杀了他，你无法想象他让我受了多少苦。无论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他都促成了我的生活变成这样。也许他不是故意的，但结果是一样的。谋杀！天哪，你竟然做到了这种地步！我不会告发你，这不关我的事。而且，即使我没有参与进来，你肯定会被抓住的。但我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。你必须和这件事有关系。等一下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求你做一个化学实验。你去医院和太平间，你在那里做的事情不会影响你。我想让你做的事情，你以前经常做。事实上，销毁一具尸体，应该比你习惯做的事情可怕得多。而且，记住，这是唯一的证据。如果他被发现，我就完蛋了。如果你不帮助我，他肯定会被发现。我不想帮你，你忘了这一点。我对这件事漠不关心，这与我无关。艾伦，我求你，想想我的处境。在你来之前，我差点吓晕过去。也许有一天你自己也会知道什么是恐惧。不要想这件事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。我已经说的太多了，但我求你做这件事。我们曾经是朋友。不要和我谈论那些日子，他们已经死了。有时死者会留下，楼上的人不会离开。他坐在桌子旁。艾伦，如果你不帮助我，我就完蛋了。我会被绞死的。你不明白吗？我会因为我所做的事情而被绞死。继续说下去没有意义，我绝对拒绝做任何事情。你要求我这样做是疯狂的。你拒绝吗？是的。艾伦，我求你。没用的。多里安的眼中再次出现了怜悯的目光，然后他伸出手，拿起一张纸，在上面写了一些东西。他读了2遍。然后把他推到桌子上，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坎贝尔惊讶地看着他，然后他拿起纸，打开了。当他阅读时，他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。他靠在椅背上，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袭击了他。经过2、3分钟可怕的沉默，多里安转过身，走到他身后，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。我很抱歉，他低声说，但是你让我别无选择。我已经写好了信，在这里，看看地址。如果你不帮助我，我就不得不把它寄出去。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但是你会帮助我的。你现在不可能拒绝。我试图避免让你参与进来。你对我严厉、残酷、无力。现在轮到我来发号施令了。坎贝尔把头埋在手里，颤抖着。是的，现在轮到我来发号施令了。你知道是什么？事情很简单。别这样，这是必要的。面对它，然后去做。一声呻吟从坎贝尔的嘴里发出，他的身体颤抖着。钟声似乎把时间分成了痛苦的原子。他觉得一个铁环正在慢慢的压迫着他的大脑，他觉得威胁他的耻辱已经降临到他身上。他肩膀上的手像铅一样沉重，他似乎要压碎他。来吧，艾伦，你必须做出决定。我不能，
他机械地说。这是必要的，你别无选择，不要再拖延了。他犹豫了一下。楼上的房间里有火吗？是的。我必须回家拿一些东西。不，你不能离开这所房子。在一张纸上写下你需要什么，我的仆人会叫一辆车，把它们给你带来。坎贝尔写了几行字，擦干墨水，把信封寄给他的助手。多利安拿起纸条，仔细地看了看，然后他按了铃，把纸条交给他的仆人，命令他尽快回来，把东西带回来。当大厅的门关上时，坎贝尔感到一阵紧张的颤抖。他站起来，走到壁炉旁，他发着高烧，颤抖着。差不多20分钟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一只苍蝇在房间里嗡嗡作响，钟声像锤子一样敲打着空气。1点钟的时候，坎贝尔转过身。当他看着多里安时，他看到多里安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那张悲伤的脸上似乎充满了愤怒。你太可恶了，他低声说。闭嘴！你救了我的命，多里安说。坎贝尔离开后，他走上楼。房间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，但是坐在桌子旁的东西已经消失了。